里是一个温泉路头的青黄泉，终年烟雾弥漫，后面的美景都被遮蔽掉了，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想象一下，在外太空是不是也碰到相当类似的情况？当我们要看星星的时候，却被星际尘埃给遮蔽，什么都看不到。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红外线望远镜 Sophia 来帮忙了。透过 Sophia，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穿透星际尘埃，甚至看到了太阳系边缘的冰冻星球，帮助科学家来破解太阳系形成的奥秘。位于太阳系边缘的它，有着特殊的椭圆形轨道，最远处距离太阳73亿公里，终年摄氏零下230度。它曾经跻身9大行星，却因为有很多跟它相似的星体，2006年遭到除名，被列为矮行星。2015年前，这个太空船从未造访的星球冥王星，始终保存着太阳系形成的历史。科学家透过观测别的太阳系尘埃来推测太阳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像是我手中拿的这串银饰，或者是我们人体内所存在的矿物质，其实都是来自于星际尘埃。因为超新星爆炸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金银等重金属，而现在科学家就很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些已知的线索来找出未知的谜团。而科学家更进一步的怀疑，太阳系诞生的秘密其实就藏在太阳系的边缘。而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探索太阳系的边缘呢？太阳系的边缘就从最遥远的行星海王星开始。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依序排列。其中，火星与木星中间的小行星带存在着一条血线，分割2个世界。曾经名列9大行星的神秘冥王星，是不是也可能冰冻着太阳系历史的遗迹？这遥远的天体，我们知道它离太阳很远，所以它对太阳的影响很小。那它是不是就像化石一样，保留了一些以前的？即使是被誉为世界上看得最远的望远镜哈勃，如果碰上星际尘埃遮掩，也是什么都看不见。但飞行天文台 Sophia 恰好弥补了这个不足。透过简单实验，继续带您了解宇宙会有尘埃遮住星体，影响观测。用液态氮制造弥漫的烟雾，就好像是宇宙中的尘埃，挡住象征星体的2个玩偶。不过，如果透过红外线观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红外线望远镜 Sophia 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一眼看穿尘埃。我们跟着不受观测地点限制的 Sophia 一起飞行，见证它优于地面天文台的功力。不过，这个飞行天文台又是如何诞生的呢？位于北加州的 Ames 研究中心，清风微拂，旗帜飘扬。这里有位华裔红外线天文学界的权威，带着我们进一步认识 Sophia 的优越之处。为了要更加的了解 Sophia， 我们特别从南加州的 Palmdale 飞到了北加州的 Ames Research Center， 而这里也是 Sophia 的诞生地。而我们也非常的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邀请到 Sophia 天文台的台长亲自的来为大家解密。Hi, Eric.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Zoe from Taiwan Television Enterprise.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Sophia 天文台台长 Eric Young 参与了 NASA 许多重要人物，他对飞行天文台的了解可追溯到1974年。Kuiper Airborne Observatory, which is built on a C-141 aircraft, and that used a
much bigger mirror, which was about approximately 1 meter in diameter. And then that flew for about 20 years and made many very important discoveries, including discovering rings around the planet Uranus. Kuiper 是 Sophia 的前身，1977年首度发现天王星的星环。相隔11年，透过眼星观测，明确证实冥王星有大气层。但其中组成物质是什么，令科学家相当好奇。夏威夷大岛海拔4200公尺上，有着地表上最接近宇宙的望远镜。2011年，夏威夷 JCMT 望远镜观测冥王星的光谱，发现有像气体讯号特别强烈。在地球上，生命环境大家都需要氧，所以第一个，他如果有看到有氧的东西，他很大就比较兴奋。发现一氧化碳代表着冥王星的大气中可能存在比一氧化碳重的气体，像是氧气、二氧化碳。上头有水有氧气，是否可能也有生命呢？冥王星的话，它能再确切一步有其他的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它有液态水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往这个寻找外星生命就可以再更进一步。地表上再接近宇宙的望远镜，受限于大气层跟光害影响，观测讯号微弱。此时，飞行天文台 Sophia 接棒观测，加上可随意移动的特性，成功突破地面望远镜的层层限制。Just this past summer, Pluto, if you have a distant star, was able to pass in front of it and block out the light. Sophia, because it's a mobile observatory, was able to go to the right spot on the Earth to catch the shadow. And we looked at the dimming of the light of the star as Pluto passed in front of it. And by studying the rate of dimming and how deep it dims, we were able to sample the atmosphere of Pluto. Sophia 透过眼星观测，发现冥王星的光线变化，了解其中的大气厚度。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说，它当时在形成的时候会是在哪个位置，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它的位置，并不代表它当时生成的位置。但要怎么透过眼星揭开冥王星的大气密码？您一定很好奇，什么又是眼星现象？想象一下，在我前方的这台摄影机就是科学家要来观测用的望远镜，而我本身呢，就是一个要被观测的物体。而在我背后的太阳就是会发光的星星。当我移动一步遮住太阳的时候，这时候就发生了眼星现象。而当我呢又在移动的时候，光线又露出来了。有星星会发光的东西被遮住了，其实这就叫眼星。假设灯是稳定发光的恒星，陈文平教授的拳头是冥王星。恒星将光照向地球，冥王星的影子就会出现在地球上。透过影子出现的时间长短，得知冥王星的大小。有的东西越大，这么大一个，我发生的眼星时间就会很长。看，比较小，当然时间就很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员林志龙，透过小实验，带大家更了解眼星。这个星星的亮度降了一下，又出现，我们就会发现说有东西遮到它，我们才知道说有这里原来有一个东西，刚刚从这里经过。地面望远镜搜集多点观测数据，模拟星体可能的大小形状，而飞行天文台 Sophia 可飞到地面天文台到不了的地方。透过眼星远距观测，再加上2015年太空船新视野号飞越冥王星实地测量，三方数据结合，有助科学家进一步研究。新视野号2006年从地球发射，飞越50亿公里，捎来消息，揭开冥王星不只是一颗冰加岩石的星体。
冥王星遍布陨石坑，从地质年龄推估将近40亿岁。科学家强烈怀疑它在太阳系形成初期就已经存在。它少小离家跟我们一起做出来，现在我们再去拜访它的时候，它还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它锁住了太阳系这40几亿年当时诞生、后来演化的资讯。下一步，新视野号将往更神秘的地方迈进，挖掘深埋太阳系演化的秘密。寻觅的过程中，科学家意外发现，太阳系外围恐怕不像他们原本所想。